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，大家常见他和宋美龄出双入对，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。今天我们就聊聊蒋介石的4段婚姻。蒋介石自幼丧父，1901年，14岁的蒋介石奉蒋母之命，与邻村19岁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结为夫妻。奉化毛氏与韶山毛氏乃一脉之传，毛福梅和毛泽东的祖先都源自浙江江山。毛家家境殷实，但毛家遵循旧道德，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。而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，两人无论在年龄还是思想上差距巨大。拜堂成亲那天，花轿被抬到蒋介石家门前时，爆竹齐放，看热闹的孩童们一拥而上，争抢掉在地上的爆竹地。天性顽皮的蒋介石也冲了过去，挤在中间捡个不停。亲友见状哄堂大笑。有人说他们的婚姻走不到头，因为在奉化一直有新郎实地头，夫妻难到头的俗话，这不过是牵强附会的迷信罢了。2年后，蒋介石到宁波求学，他一度带着毛福梅伴读。但不久的1905年，蒋介石东渡日本求学，从此常年在外聚少离多，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关系日渐疏远。应该说，眼界的不同加之长期分居两地，才是他们婚姻最大的杀手。他们逐渐无话可说。1909年，蒋介石由日本回国，滞留上海。蒋介石母亲与毛福梅前往上海，蒋母斥责儿子无后，不尽孝道，甚至下跪央求蒋介石，并以投黄浦江相威胁。蒋介石见状，发誓要对妻子毛福梅好，并邀好友张静江、戴季陶劝解担保，并留毛福梅在上海居住。不久，毛福梅有了身孕。1910年3月18日生，蒋经国出生。即便如此，也没能改善他们的感情。蒋经国3岁那年，蒋介石从上海带回了一个小妾姚冶诚，从此他和毛福梅的婚姻便名存实亡了。1921年6月，蒋介石的母亲病逝，办完丧礼后，蒋介石召开了家庭会议。他冠冕堂皇地说，怕自己的革命行为连累家人，所以要与毛福梅离婚。这一举动遭到毛福梅的坚决反对，故就亲友也不认可。此时的他正在热烈追求一位上海富商之女陈洁如。仅仅1周后，1921年12月5日，他便在上海和陈洁如举行了婚礼。直到1927年，蒋介石才正式办妥和毛福梅的离婚手续，因为当时他要迎娶宋美龄。蒋介石回到老家和毛福梅商量离婚事宜。当时他已经和蒋介石做了26年夫妻，常年照顾蒋氏家族中的人。蒋氏族人认定他就是蒋家人，因此两人采用离婚不离嫁的办法。毛福梅在法律上不再是蒋介石的妻子，但她仍住在蒋家祖屋，在蒋家族谱上仍有她的名字。在那个年代里，一个女人被丈夫抛弃是很被人瞧不起的。毛福梅只能靠烧香拜佛来寻求精神寄托。毛福梅唯一的盼头就是儿子蒋经国，而蒋经国早在1925年就已经去莫斯科了，直到1937年才回到中国。1939年，日军要求蒋介石和谈，遭蒋拒绝后，日军飞机轰炸溪口，毛福梅被炸死于溪口镇蒋家老宅。蒋经国悲痛疾书，以血洗血4字刻在石碑上，立于其母罹难处，是报杀亲之仇。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。毫无疑问，毛福梅是旧式道德和婚姻的受害者，她的一生并不幸福。蒋介石的第2个女人是姚冶诚。姚冶诚是江苏吴县人，与蒋介石同岁。她父母早亡，由叔父抚养长大，后来嫁给当地一个农民。婚后2人到上海谋生，但丈夫不久就染上了毒瘾。姚冶诚则靠为高级妓女梳头、管理衣物首饰为生。辛亥革命后，蒋介石被国民党革命元勋陈其美从日本召回到上海，并常随陈其美出入风月场所，由此与姚冶诚相识。1913年，蒋介石把姚冶诚带回奉化县溪口镇家中。
毛福梅接受了蒋介石纳妾的事实。姚冶诚也很乖巧，对蒋介石的母亲十分孝顺，婆媳三人相处的还算融洽。1919年，蒋介石把收养的代际桃之子，年仅3岁的蒋纬国送回奉化，交给姚冶诚抚养。很多人回忆，毛福梅一向宽厚待人，但据蒋纬国回忆，自己小时候经常受到毛福梅的虐待，可见每个人都有另一面。姚冶诚毕竟是风月场所的人，他有一大爱好就是好赌。赌博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赌博对人的影响。毒瘾犯了，什么脏话都能说出口，什么家庭责任都可以不管不顾。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对姚冶诚赌博的不满与愤怒。后来蒋介石决意迎娶宋美龄，姚冶诚便识趣地离开了蒋家，带着蒋纬国迁居苏州。1949年，蒋纬国亲自护送姚冶诚到台湾。1966年，79岁的姚冶诚在台湾病逝。蒋纬国本想隆重葬母，但蒋介石为了宋美龄的感受，拒绝了蒋纬国的要求。蒋纬国只好悄悄将姚冶诚下葬在台中市宜宁中学墓地，并在墓碑上题写了“辛劳80年，养育半世纪”的铭文。1919年，32岁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家中认识了年仅13岁的陈洁如。陈洁如原籍苏州，出身殷实的商人之家，是一位智慧与美貌并重的新式女性。据陈洁如回忆录说，蒋介石在张静江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，并要她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。陈洁如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，但蒋介石还是找到了她的家。在陈洁如母亲的干预下，陈洁如拒绝了蒋介石。一次在张静江家偶然再次相逢，蒋介石逼着陈洁如表态，他终于答应和蒋介石约会，但第一次约会，蒋介石把他带到一家旅馆房间，他夺门逃走。此后，蒋介石不断给他打电话，使他心神不宁。蒋介石向陈洁如发誓永不负心。蒋介石拿出一把刀，装出要自残的样子，说：“我定将用我的鲜血为你写下一张永爱不休的誓书。”陈洁如害怕的连声大叫：“请将那把刀放下！我相信你，只要你放下刀。”就这样，陈洁如把自己交给了蒋介石。这正是应了那句俗语：“好女怕缠郎。”蒋介石在以后抗战中也表现出了他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。1921年9月，陈洁如父亲病故，蒋介石帮助料理丧事，表现得十分殷勤，终于博得陈洁如母亲的好感。蒋介石又承诺与原配毛福梅和侍妾姚冶诚脱离关系，并请张静江夫妇出面撮合，才说服陈家同意将陈洁如嫁给他。婚后，陈洁如未能生育，蒋介石便和陈洁如领养了一个女儿蒋瑶光。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，陈洁如替他处理文件，全力辅佐蒋介石的革命事业。但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认识陈洁如后，蒋介石地位迅速提升，担任黄埔军校校长，赚了第一桶金，先后担任国民党主席、北伐总司令等要职，手握国民党的政务和军事大权。地位的变化和权欲的膨胀，使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权力。陈洁如虽然是一个称职的妻子，但对政客而言，她缺乏政治资本，无助于蒋介石将来的仕途。在蒋介石的安排下，21岁的陈洁如远赴美国。知书达理的陈洁如在异国发奋学习，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。1933年，陈洁如回到上海。期间，蒋介石和陈洁如曾经重温旧梦，被宋美龄发现，两个女人大打出手，仪态尽失。1949年，国民党败退台湾，陈洁如决意留在上海。1961年，经周恩来亲自批准，陈洁如离开上海，定居香港，改名陈露。1962年，蒋中正曾托人给他带信，信中说囊西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，未曾须臾去怀。陈洁如在香港期间写有《陈洁如回忆录》，但宋美龄为阻止其出版，高价买下书稿。2003年，宋美龄去世后，陈洁如的孙子陈小仁曾接受英国 BBC 的专访，
披露他的外祖母到香港后曾受到宋美龄的威胁。这本回忆录直至蒋氏父子去世后才得以出版。书中细节丰富，比如蒋介石为什么头发稀少，蒋介石为什么只喝白开水，都有答案。1971年2月11日，陈洁如的朋友去看望他，敲门无回应，便破门而入，发现他已溘然长逝，终年65岁。其骨灰被送往美国。2002年秋，养女陈瑶光将骨灰安葬在上海福寿园。应该说，陈洁如是蒋介石发自内心喜爱的女人，只是为了权力和抱负，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放弃自己的心爱之人。蒋介石与宋美龄相识是在1922年，孙中山为其做媒，但遭到宋家人的反对。孙中山逝世后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，他与宋美龄的关系也随之柳暗花明，这就是现实的世界。1927年，武汉国民政府察觉到蒋介石夺权的意图，开始防范并削夺他的军权。蒋介石感到形势不妙，便加紧筹划和宋家联姻，以尽快取得在国民党内有特殊地位的宋家的支持。几个月后，蒋介石先因4·12政变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党籍，后和汪精卫东征讨蒋的战争中大败而归。1927年8月，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宣布下野，宋家成了他东山再起的唯一指望。蒋介石再次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情书。面对这封情意绵绵的求婚信，宋美龄终于答应了蒋介石。1927年12月1日，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。婚后40天，蒋介石宣告复出，宋美龄遂成为第一夫人。1975年，蒋介石去世后，宋美龄也淡出政治舞台，晚年长居美国纽约。2003年，宋美龄病逝，享年106岁，葬于纽约宋家墓地。蒋介石一生起起落落，风光无限，但他的女人们有几个幸福快乐呢？可怜红颜总薄命，最是无情帝王嫁。世事的沧桑，岁月的流逝，给我们留下无限感慨。平淡的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幸运。好了，蒋介石的4段婚姻就讲完了，感谢您观看历史的回响。